最近有观众问我，移民加拿大之后是不是应该买辆车子呢？我的回答是当然的。加拿大地广人稀，如果不会开车的话，生活圈很受局限，行动也很不方便。所以我一来卡加利的第2年，就参加了当地华人开的驾训班，学了60个小时的课程。在亚伯达省，驾照分为1到7级，一般私家车的驾照是第5级，学习驾照 Learning License 是第7级。如果你拿的是学习驾照的话，必须在已经领到正式5级驾照或者是更高阶驾照的人坐在副驾驶座指导下才能开车上路。同时，拿学习驾照开车的人不允许在凌晨0点到早上5点之间开车，同时完全不能喝酒，也就是酒精测试的值必须是0才行。此外，考驾照分为2个阶段，如果你年满14岁的话，就可以参加电脑线上测试。线上考试的费用是加币20块钱，主要考试的内容是关于当地的交通规则和标志等等。像在亚伯达省考驾照的人们，可以到以下的亚省政府网站链接上网阅读，我会把网址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提供大家参考。如果通过电脑测验的人，就会拿到第7级的学习驾照。在1年的练习之后，同时年满16岁的人们就可以到各个汽车驾照的注册中心报名路考。至于相关的费用，我会将亚省政府网址放在视频下方，大家可以点击链接查询。基本上，一般5级的基本驾照路考费用是83块加币，但是因为是新冠疫情的期间，必须另外付费20块钱购买防疫的设备才能应考。在亚伯达省，通过30分钟路考的人必须缴交89块加币才能拿到 GDL， 也就是5级的基本汽车驾照。至于更进一步的规定，大家也可以到政府的网站链接查看你个人所需的资讯。我虽然在台湾考取驾照，但是没有真正开车上路的经验，所以又在卡加利上了2次驾训班，考了2次线上测验和3次路考，才终于拿到第5级的基本汽车驾照。对我来说，这里的考牌审核的标准很高，考官也很严格。我当时路考失败了2次之后，就几乎要放弃考牌了。还好在最后关头，也就是第3次的路考中惊险通过，并且拿到驾照。在12年前考牌的那段时间，我所花费的驾训班、电脑测验以及路考等费用，都可以缴交当时好几个月的房租了。在拿到驾照之后，我就去上护士课程，坐着电车和公车上下学。所以当我真正买了我人生第1辆车的时候，已经是来到加拿大的第3年。在买车之前，我就一直犹豫是否买全新的车子，但是因为个人没有什么开车的经验，后来决定先买个2手车来练习，然后过几年再换一辆新车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我用7000块加币买的第1辆车，就在开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也就是卡加利冬天的第1场大雪晚上，和左方来车相撞，整台车立刻4分5裂，当场全毁，7000加币也马上打水漂了。有了这次的经验，我就改变主意：第一，不要用现金买车；第二，一定要买新车，并且保全险。于是撞车的2个星期以后，我又买了第2台车。我是以零利率分期付款买的一辆新轿车，总价在14000块加币。买了车就发现，果然新车就是不一样，开起来的马力也很强，也很拉风。当时车厂还送了我一
一台 iPad， 心情真是不错。就在当时，我积极兼差，除了在长照中心工作以外，又做到家护士的工作，所以开着新车在卡加利市到处穿梭，从南到北的到处走。有时候赶时间，难免发生轻微的擦撞，但是最严重的一次，也就是我第二台车全毁的时间，在我上完长照中心早班之后，立刻要赶去做居家护理的时候，一个不留神撞上我前方的休旅车，第二台车子的前半部分被坚固的大休旅车撞得稀巴烂，驾驶座的车门变形，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我从后门爬了出来。有了2次撞车经验后，我决定不开车了，所以开始坐电车转公车上下班。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形态是早出晚归那种的，在做大众运输工具的不到2个月后，我又开始想买车了。有了前2次买小车的经验，这次我决定买辆休旅车，感觉也比较安全。加上卡加利的冬天很长，积雪又深，休旅车的底盘也相对高险，行车会比较顺畅。在这些考量下，我把买车的目标锁定在中型的休旅车款。至于缴费的方式，到底是在分期付款买车，还是用租赁的方式呢？我也想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当时还兼职房地产中介的工作，所以我以租赁的方式买车，每个月的车款还可以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抵税，因此决定用租赁，也就是 leasing 的方式买了我的第3辆车，总价大约32000块钱。在卡加利开车6年之后，我慢慢有了信心，虽然仍有些以前车祸的阴影，但是大致上开着我的第3辆车上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因为休旅车的底盘变高了，加上装了雪胎，所以完全不必担心积雪的问题。在 leasing 第3辆车的第5年，我又面临是否换车的抉择，也就是要不要把这辆租赁的车买下来，还是再换第4辆车子呢？因为当时的我刚搬到公司附近，经常走路上班，很少开车，所以在节约的考量下，决定再换辆小车子来开。我就归还第3辆车给原车厂，再买了我第4辆新车，车价在17000块左右。这次经济实惠的小车又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的，主要的原因除了接近零利率的贷款方式吸引我以外，我也考量以后不再换车了，干脆就花个几年把车款付清。因为不懂车子，工作又赶时间，在来卡加利开车的10年期间，发生了很多次车祸，也花了很多钱。现在因为对当地的路况、天气以及交通情况更加的了解，对车子的性能也慢慢长了知识，同时不再兼职多份的工作等情况下，自己渐渐的可以享受着开车的乐趣。至于大家该买什么样的车子才最适合自己和家人呢？现在正是看车的最好时期，各大车厂也推出夏天的优惠。如果担心新冠疫情的人呢，也可以到自己喜欢的车厂网站查看车价和贷款利率等资讯。当然，买车最重要的是安全性。如果在卡加利的话，一定要买4季车胎或者是加买雪胎，这样在冬天开车的时候会更加安全。希望我个人的惨痛经验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钱，并且祝福大家开车平安咯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